有蓝牙也有 Power Pump 模式，跟 M 牌同样来自瑞士的挤奶器牌子 Ardo 终于推出了最新的款式 Alisa。请大家看到最后，我会告诉你怎样有机会赢取到一架价值马币1599的 Ardo Alisa 挤奶器。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继续在这里帮助你达到你的哺乳目标。你知道我有一个免费的迷你哺乳课程吗？去我的网站看看吧。先让大家看看 Alisa 的外表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可以一手掌握的尺寸。机身上面是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按下去的真的按钮，这些全部都是触控的按钮。上方这里有一个软盖子，保护着一个 Type-C 的充电孔，下方是 Tubing 的插孔，在下面有一个 sticker， 要注意下面这里印着一个 QR code， 是让你连接蓝牙用的。这个是它的 pump set， 这一层 silicone 可以防止细菌接触到母乳，是关闭式 closed system 的挤奶器。接下来要说关于这一款挤奶器的功能。首先基本的开关就在这里，按下面这里就是切换模式，左边的加减是调整吸力的档位，也就是吸力的强度，然后右边的加减是调整吸放的速度，中间这里是显示电池量和操作时间。Ardo Alisa 本身已经有内置的自动模式切换功能，你开机后它会自动从按摩模式开始，2分钟后它会自动切换去吸奶模式。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，但是它还可以更方便多一点。来看看这一个，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图标，这个图标我相信有用电脑的人都能猜到它的意思，这是一个 Save Button 存档的图标。为什么一家挤奶器会需要存档？那这就要来说说我喜欢它的一个特点了。如果你有留意我以往的 review， 你就知道我对 iMoney i2 Plus 可以自定义自动关机时间这个功能是超满意的。我喜欢可以自定义 customizable 的功能。这一个存档的 button 就是让你自定义你的整个挤奶过程。你先用按摩模式刺激奶针来，奶针来了你就按去吸奶模式，奶针过了，奶流开始慢下来后，你又再按回去按摩模式，重复到你挤到自己的目标奶量为止。所以这可能是18分钟，也可能是23分钟，我不知道你需要多少时间。反正你泵到差不多了，要收工的时候，不要直接按开关，按这一个存档的 button， 它就会记录下你刚刚的整个泵奶程序。你看它这里亮灯，就代表它已经存档了，然后它会自动关机。接下来每次你开机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读取你已经存档过的那一个泵奶程序，同样长的时间自动换去吸奶模式，同样时间自动换去按摩模式。怎样知道它在用着你的存档模式？很简单，使用存档模式的时候，这里会闪灯的吗？如果使用中的时候你忽然改了一下吸力档位，它这里就不再闪灯，因为你已经跳出了存档的模式，就看你要不要把新的改变重新存档起来咯。然后右上角这里有一个3D 奶上升的图标，这个就是 Power Pumping 功能的触控按钮。Alisa 有内建 Power Pumping 功能，你开启这个功能后，它就会自动按摩2分钟，然后自动切换去泵奶模式操作18分钟，这里就20分钟了。接下来它会停止运作，萤幕显示倒数10分钟，这就是 Power Pumping 中的休息10分钟。10分钟到了，它不会自动操作，因为它在等你，它会给你5分钟的时间回来继续 Power Pump。这5分钟内，它会时不时 beep 一下，这样子来提醒你。在你准备好继续的时候，按一下这个 Power Pumping 的按钮，它就会开始 pump 10分钟，然后又再给你休息10分钟，最后再 pump 多10分钟，这里的灯刚好满一个圈，就 Power Pump 完毕。Alisa 可以通过蓝牙 Bluetooth 连接去你的手机，这是一个额外的功能。
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机体本身都已经做到该做的事了，连接不连接去手机都不影响操作。Alisa 的 Siri 一共有8个 level， 速度也同样有8个 level 可以让你调。Siri 是属于温柔型的，随着包装来的喇叭有2个尺寸，这个是 26mm 的喇叭，然后他们随着包装附送一对 22mm 的插入型喇叭，类似 Inserts 这样子直接插入 26mm 喇叭重叠着使用。Aldo 也有另外卖其他尺寸的喇叭，但是都是比 26mm 大的尺寸，需要用到比 22mm 小的妈咪，你就只好去买外面的 Insert 来用了。请不要忘记，挤奶器的舒适程度和使用效果是因人而异的，如果你有机会先试机才买会比较好。我觉得 Alisa 的操作声音属于中等，我觉得是不会太吵，但是也不算是非常非常安静那种。如果你是想要非常非常安静的挤奶器，我建议你还是先亲耳听一听才决定会比较好。Alisa 的电池量是 2600mAh， 挺耐用的。如果每次泵奶20分钟，是可以泵完9次完整的。如果充满电后只是用 Power Pump 模式，可以做完8套1个小时的 Power Pump。包装里面有附送充电器和 USB Type-C 的充电线，充电的显示也很清楚，容易确认充电状况。一如往常所说的，如果妈咪目前刚产后，请先不要买 Aldo Alisa 或者任何其他牌子的挤奶器来用，可以亲喂的话就先亲喂，因为产后太早开始使用挤奶器，或许会对你的奶量有不良的影响。Aldo Alisa 是一款以注册为医疗级器材 Medical Device 的挤奶器，它的优点在于它能够让你从头到尾自定义设置自己的泵奶程序，按摩多久几时自动切换去吸奶模式，任由你怎样换来换去，要泵多久，按下这个存档，以后都不必再自己按来按去了。第2个优点在于它的内建 Power Pumping 功能，会自动帮你计时，还会提醒你该回来继续 Power Pumping 了，很方便。Alisa 的Siri温柔，可以调节吸力和速度，它的设计是比较卫生的关闭式 Closed System。电池耐用，随着包装附送2个不同尺寸的喇叭，也有附送1对备用的鸭嘴 valve。至于缺点嘛，我对这一架机不满意的地方有2个。第一就是它的触控按钮，我也不知道该说它太敏感还是不够敏感。有几次我感觉它太敏感，那几次每一次都是我这样子用手轻轻在上面扫一扫灰尘，或者拿起来的时候发生了所以我要提醒妈咪们，你把 Alisa 放入包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记得不要不小心按到就是了。可是有时候这些触控 button 的敏感度会让人按到有点不爽。如果你用好像平时按手机的那一个速度去按它的话，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反应的。但这只是少少的不方便，不是什么影响使用的大缺点。妈咪只是要习惯每次按的时候按久一点就好。第2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蓝牙连接。但是我觉得啦，这个应该是 Android 的问题比较多。我本身的手机是 Android 手机，连接蓝牙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，操作也很顺利。可是问题在于当我的手机那个荧幕自动关掉后，然后如果我1-2分钟内立刻再打开回那个荧幕，通常都是可以顺利连接回去。可是要是我手机的荧幕关掉太久，我相信可能是手机也自动暂停了 Bluetooth 还有 Location Service 来节省电池，过后手机就连接不回去挤奶器了。要在我把这个挤奶器关机后，也要等挤奶器上面这个蓝牙的灯也关掉后，手机才能再次连接去挤奶器。这个我已经在2家不同的 Alisa 上面做过测试了，都是同样结果。我虽然不是用苹果手机，但是 iPad 我是有一家的。
我用 iPad 连接去挤奶器，那个荧幕关掉很久之后再开回，都是可以顺利再次连接回去。所以我的结论是 Android 手机的蓝牙设置应该是比较作怪，会影响到用户体验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清楚这个是 Android 的错还是 Ardo 这个 App 的错。我只能说，妈咪，如果你是 Android 用户，手机连接 Alisa 后，不要让手机的荧幕自动关掉，应该就不会出现什么蓝牙连接的问题。Ardo Alisa 本身功能挺强大的，除了触控有一点不完美之外，机体本身的功能和使用体验我都感觉到很满意，只是连接 Bluetooth 方面让我有一点懊恼。还有不得不提的是，Ardo做到很多大小挤奶器公司都做不到的事，就是他们一直在遵守着世界卫生组织的母乳替代品销售守则，没有用不道德的宣传手法去误导消费者，这一点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的。Alisa 的价钱是马币1599，我知道不便宜，毕竟这个是制造医疗级器材的大牌子啊。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赢取一家 Ardo Alisa， 你想不想碰碰运气嘞？今天开始2个星期有一个 giveaway 的送礼活动哦。Ardo for Malaysia and Singapore 赞助一架 Alisa， 不是这架是我的，他们会赞助一架让我送礼，而我又不想妈咪在没有正确挤奶知识的情况下使用挤奶器，所以随着送出 Alisa 的同时，我也会送出一份网上哺乳课程单元103挤奶 Masterclass， 教你超详细的挤奶知识。这一个挤奶 Masterclass 有中文版和英文版。从今天开始到2022年6月7日这2个星期内，去下面 comment 置顶贴纸的连结里面，做里面要求的几件小任务，很简单，超简单的小任务。比如说去 follow my Ardo Breast Pump 的 Instagram， 分享某些贴纸或者分享 video， 而且每一次拉到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，都可以赚取额外的赢奖机会。快点来玩吧！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